伊藤雄彦和田中浩一在中央公园慢跑了将近半小时，还没有过足奔跑的瘾头。若不是到了生日宴会开始的时间，两人怕是能一口气跑到后半夜。回去的路上，伊藤雄彦开心无比，一边用手擦着汗，一边对田中浩一说道：“田中，刚才没跑过瘾，明天早晨6点钟出来晨跑，我要绕着中央公园跑3圈。”田中浩一立刻毕恭毕敬地说道：“遵命大人。”伊藤菜子忍不住提醒道：“欧多桑，刚刚恢复，还是不要运动得太剧烈了。”伊藤雄彦摆摆手，认真道：“按照叶先生的吩咐，回日本之后，我就不能这么随意地外出跑步了。趁着美国没什么人认识我，尽量多走走，多跑跑。回去之后，还是要装成一个残疾人的样子给大家看。”伊藤菜子听闻这话，理解的轻轻点了点头，便没有再坚持。不过伊藤菜子忽然想起什么，一脸期待地开口道：“欧多桑，既然你喜欢这种没人认识你的感觉，那我们不妨在纽约多待一些日子吧。”“好啊！”伊藤雄彦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，笑着说道：“一回日本就只能过深居简出的生活，想想还真是有些不甘心。若是能在美国多过几天自在日子，倒也不错。”伊藤菜子心中也很是高兴，他其实更想多在纽约留一些时日，毕竟叶晨就在这里，自己留下也能与他多一些在一起的时间。于是他便忍不住问叶晨：“叶晨君，你还要在纽约待多久？”伊藤菜子的问题让叶晨一时间不知如何回应。其实他要办的事情基本上都已经办得差不多了。他已经灭掉了梅玉珍和他的绝大多数同伙，以及他背后的整个犯罪集团。而且那个逃走的宗秋华已经被万龙殿的人严密监控，只要把他抓回来，丈母娘马兰就能洗脱嫌疑，恢复自由。之所以没让万龙殿的人立刻将宗秋华抓回来，也是因为叶晨想要先把李亚林救活，再把伊藤雄彦、田中浩一还有和英秀治好。现在李亚林已经与家人团聚，伊藤雄彦、田中浩一主仆2人也已经活蹦乱跳，眼下唯独还差何英秀1人。而1个多小时后，何英秀也将落地纽约，所以按理说明天一早叶晨就可以让万龙殿的人将宗秋华带到纽约来，只要这个女人归案，叶晨那个有着贝德福的山鬼见愁之称的丈母娘也就能出狱了。不过见伊藤菜子有意在纽约待上几天，叶晨心中也隐隐有些不舍，便开口道：“我应该还会在纽约待2-3天，等我把我丈母娘的事情办好，就要回普罗维登斯了。”伊藤菜子点了点头，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那我们就在纽约多住几天，等叶晨君离开纽约的时候，我们再回日本。”好，叶晨爽快答应下来。4人回到酒店时，一桌丰盛的宴席已在叶晨的总统套房内备好。由于是伊藤雄彦的生日，叶晨也完全是看在伊藤菜子才让人准备了这场宴席，所以就没有安排陈泽楷、洪武以及苏若离3人入席。而且苏若离的妈妈和英秀再过1个多小时即将落地纽约，此时她的心思已然全在母亲身上。饭桌上，伊藤雄彦坐在叶晨的右手边，伊藤菜子坐在了叶晨的左手边，伊藤惠美与田中浩一则坐在对面，一共只有5个人，所以显得相对宽松许多。伊藤雄彦亲手为叶晨和自己斟满酒杯，随后带着田中浩一起身，对叶晨恭敬无比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请给我和田中一个机会，让我们2个敬您一杯。”叶晨微微点了点头，端起酒杯，淡然道：“伊藤先生，这杯酒就祝你50岁生日快乐。”伊藤雄彦受宠若惊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您真是太客气了。”
这个生日实在是在下这么多年来过得最难忘的一次生日，一切都要感谢您的慷慨。说着，他有些惭愧地说道：叶先生，先前您一直让在下许愿，在下还有些不太情愿，如今看来实在是在下井底之蛙，还请您不要跟在下一般见识。叶晨客气道：伊藤先生言重了，断肢再生这种事情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，你不在这件事上抱希望也是正常反应，我能理解，所以你也不必介意。说着，叶晨指着酒杯微笑道：客套的话已经说过很多了，从现在开始就让这场酒席回归它原本的主题吧。生日快乐，伊藤先生，我先干为敬。伊藤雄彦看出叶晨有意要让重塑丹的事情翻篇，于是便非常识趣地说道：谢谢叶先生的祝福，那在下也干了。与此同时，苏家的一架湾流公务机正在美国上空高速飞行，飞机此时距离纽约只剩下1个小时的航程。苏家的长子也是苏之宇，苏若离的父亲苏守道在飞机里面的卧室内睡了一路。临近目的地，苏守道才终于睡醒，从卧室里走了出来。此时的何英秀正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窗外发呆。苏守道看着何英秀的侧脸，心里忍不住有了几分悸动。其实何英秀是很漂亮的，常年习武让她比一般同龄的女人更显年轻，而且也让她的身材保持得非常苗条，所以看起来也就30岁出头的模样。只是唯一遗憾的便是她那空空如也的右侧衣袖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与原配妻子杜海清离婚之后的苏守道，按照叶晨的要求，一直被何英秀软禁在京里。不过虽说是软禁，但何英秀对他还是非常照顾的。在金陵，苏守道除了不能出门，其他的一切自由不受限制，而且何英秀也在生活上将他照顾得无微不至，这也让苏守道的日子过得舒心了许多。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苏守道的日子都有些颠沛流离。他就像是老爷子苏成风的尿壶，被老爷子嫌弃的踢来踢去，好在是何英秀给了他一个安全踏实而又不乏温暖的落脚之处，让他最近感觉整个人踏实不少。虽说现在的苏守道早没了苏家长子的风光与权力，但这种平淡又稳定的生活还是给了他很大的慰藉。不过他与何英秀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这种软禁而更进一层。这段时间，苏守道很感动何英秀对自己的贴心照顾，心中对他也难以避免地重燃起了几分感情。而苏守道也曾找过几次机会，私底下隐晦地向何英秀表明心意，但让他无奈的是，何英秀每次都不给他正面回应。他以为是何英秀对自己比较失望，再加上两人距离当年的意识冲动过去多年，很可能何英秀对自己早没了感觉。但他不知道的，其实何英秀这辈子至始至终也只爱过他一个人，并且一直到现在还都是如此。毕竟何英秀当年还在懵懂时期的时候，就开始跟在苏守道身边，日夜保护他，感情早就已经根深蒂固。后来又独自将两人的女儿抚养长大，心中对他的感情在这么多年里也没有任何减少。只是何英秀在苏守道面前一直是非常自卑的，当年自卑是因为尊卑之分，而现在自卑则是因为自己肢体上的残缺。他觉得苏守道虽然现在不再如当年那般高高在上，意气风发，但好歹也还是苏家的长子，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跟一个断了一条胳膊的女人走到一起？所以即便这段时间苏守道师长在感情方面有所表态，但何英秀始终不敢给予他任何正面回应。他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苏守道。
等将来叶晨收回对他的软禁，他也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好、比自己更适合他的女人。自己当年怀了他的孩子，后来这是东窗事发，自己已经算是耽误了他一次，如今又怎么能耽误他第二次？可是他哪里能想得到，叶晨心中早已经给苏守道设定了一个谁都不知道的隐藏任务。苏守道能否解除软禁的关键点就在他与苏守道究竟能不能走到一起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